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用中文礼貌地拒绝别人。小美啊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拒绝吧。拒绝别人，这可是个大难题呢。对啊，很多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开口，怕伤了别人的面子，也怕被讨厌呀。是的，尤其用中文说，不更需要技巧。因为我们更看重人际关系和情面吗？那我们怎么才能礼貌地说不呢？首先啊，我们要表达感谢和歉意。就是先肯定对方，再委婉拒绝。对，这能让对方感觉被尊重，不尴尬。比如，有人请你吃饭，你不想去，我可以先说谢谢你的邀请啊。然后呢，怎么拒绝才不失礼呢？接着可以说，但我那天可能有点事。有点事是个很好的模糊说法。是啊，不用说具体是什么事，很方便。那如果对方追问，非要知道呢？我会说私事，不太方便说。这样就既礼貌又保护了个人隐私。也可以说我那天已经有安排了。有安排了听起来也很自然呀。是的，而且表明你不是特意拒绝他。那如果别人请你帮忙，你帮不了呢？比如他让你帮忙搬家，你没空。你不能直接说我不想去，对吧？当然不行，我会说我很想帮你。然后再解释一下自己的情况吗？可以说，但我那天真的没时间啊。或者我身体不太舒服，可能帮不上。没错，说明你不是不愿意，是做不到。这就比直接拒绝听起来舒服多了。表达歉意和能力不足是关键。那如果对方请求的事情你不想做呢？即使你不想做，也不能直接说不。那该怎么表达才比较好呢？小美，可以说这个事情我可能不太擅长，或者我经验不够，怕帮倒忙呀。对，把责任归咎于自己，对方好接受。这样就保护了对方的自尊心啊。还让他觉得你很真诚，为他考虑。看来拒绝真的需要一些小技巧。是的，语气和表情也很重要哦。要真诚，带着歉意和一丝遗憾，这样别人会觉得你是真的有困难，而不是故意找借口推脱，对吧？没错，所以眼神和语气要到位啊。这些方法真的很有用，太棒了。这样人际关系会更和谐，更舒服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呀？你说吧。如果是好朋友来求助呢？好朋友确实有点难办。拒绝他们会不会伤感情啊？这是很多人会担心的问题。对啊，毕竟关系很铁的。但也要看事情的性质吧。怎么说呢？具体一点。如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，那确实不能硬着头皮帮，否则可能会把事情搞砸呀。那样反而会更尴尬的，对吧？没错，所以要真诚地说明。对朋友要怎么表达呢？可以更直接一点，但要委婉。有什么具体表达方式吗？比如说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上，还有呢？再多几个例子啊。或者我最近实在太忙了。加上关心的话语会更好。比如你还好吗？别担心。对，让朋友感受到你的关心，这样他们会理解你的难处。还能主动提出其他建议呢。比如介绍别人帮忙之类的。是的，或者帮忙想其他办法。这也是一种帮助的方式啊。对，而且还能维持友谊。既拒绝了，又没伤害感情。这样就很好。对了，大明。哦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
如果对方一直反复要求呢？哎呀，这种就比较麻烦了。是啊，怎么才能彻底拒绝？可能需要更明确一些。直接说我就是不想帮吗？那样可能就太生硬了吧。这样说确实有点不礼貌。可以重申自己的立场和难处。比如我已经说过了吗？语气要更坚定，但别强硬。再次强调之前说的理由。对，让他明白你真的有困难。身体语言也要表现出来吗？眼神要坚定，但别太严肃。保持一定的距离感，让他知难而退，又不得罪人。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吧。没错，懂得拒绝很重要。那拒绝以后呢，大明？拒绝以后啊，也要看情况。要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吗？如果对方接受了，那就没事。那要是不接受呢？有些人会反复请求你帮忙。遇到这种人真的头疼啊。对，这时候就需要更坚定。再次强调自己的困难吗？是的，语气可以更果断些。比如直接说我真的不行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，小美。这样会不会显得太不近人情？偶尔需要这样，为了保护自己。这确实很难把握分寸。毕竟每个人感受都不同啊。对了，那如果拒绝了朋友呢？拒绝朋友要更小心处理。怕影响到我们的友谊是吗？没错，友谊很珍贵，需要维护。那要怎么才能不伤害友谊？可以表达你对他人的关心。即使拒绝了，也要关心他。对，比如我理解你的难处。然后呢？说自己帮不了他。然后再委婉地解释原因。再次强调理由，但要温和。还要表示遗憾和歉意。说很抱歉，帮不了你。对，这样能让对方好受些。听起来真是情商的考验啊。是啊，人际交往就是这样。那有没有那种比较幽默的拒绝？幽默拒绝啊，那要看对象。对什么人可以用幽默方式呢？关系比较亲近的朋友可以。比如开玩笑说自己没空吗？差不多，但要把握好度。别让人觉得你不认真对待。没错，幽默只是辅助手段。那拒绝以后，心里会愧疚吗？可能会有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怎么克服这种愧疚感呢？大明，要告诉自己，拒绝是合理的。不能为了别人委屈自己是吗？对，要学会自我肯定和放松。不能太在意别人的想法。毕竟你已经尽力去沟通了。只要态度礼貌，方式得体就行。没错，问心无愧就好，小美。原来拒绝也是一门学问呀。是啊，小美，这里面可有大学问呢。那我们平时具体怎么做呢？首先要真诚，语气要温柔坚定。真诚和温柔，听起来有点难啊。对，就是态度友好，表达清楚。那如果对方一直不理解呢？你可以重复你的立场，但要耐心。就是不能直接就生气了是吧？没错，保持冷静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有什么具体的拒绝例子吗？比如，谢谢你的邀请，但我……然后简单说明一下理由，是吗？对，理由可以简短，但要合理。什么样的理由会比较好接受呢？比如时间冲突或者精力有限。那如果是不熟的朋友呢？对于不熟的，可以更直接一些。就是不用太多的解释，对吧？是的，但礼貌依然是第一位的。
那要是亲近的朋友或家人呢？亲近的人要更注重情感沟通。比如，更详细的说明情况吗？没错，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尊重。但会不会伤到他们的感情呢？如果方式得当，通常不会的。怎么才算是方式得当呢？比如可以提出替代方案或帮助。哦，就是这次不行，下次可以。差不多，或者我帮你问问别人。这样既拒绝了，又表达了善意。对，给对方一个台阶下，很关键。对了，如果对方非常坚持呢？那你就要更坚定地表达拒绝了。坚定但不能不礼貌，对吗？当然，礼貌是贯穿始终的原则。语气上可以稍微硬一点点吗？可以，但要保持平静，别激动。那如果需要反复拒绝好几次呢？没关系，只要你觉得有理就行。还是不能委屈自己，对吧？对，你的感受也很重要，小美。拒绝后，关系会不会变尴尬啊？短期可能，长期看是更好的磨合。磨合？就是双方更了解了。没错，知道彼此的边界在哪里。这样看，拒绝反而是对关系的维护。是的，健康的界限对关系有益。那有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拒绝的呢？比如法律规定或者道德底线。哦，那确实是不能拒绝的底线。是的，那些是必须遵守的原则。明白了，那很清楚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好啊，你尽管问吧。如果别人请求帮忙，但你很忙呢？我会直接说我没时间。这样会不会显得太直接了？可能吧，要再想想。可以说，我现在手头有事。哦，听起来确实更委婉一点。还可以加上一句抱歉。比如，抱歉，我现在不方便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很礼貌。那如果对方一直请求呢？那就要更坚定地拒绝。语气上可以稍微硬一点。是的，但要保持平静啊。不能被对方的情绪影响。没错，你是对的，小美。我觉得有点难做到呢。多练习就会变得自然。实践是最好的老师。对了，拒绝朋友会更难吗？肯定啊，怕伤了感情。这时候要强调你的难处。比如，我真的很想帮你。但我现在确实帮不了。哦，先肯定再拒绝，是吗？没错，表达你的善意。这样朋友会更容易接受。对，还能维护好关系。那如果有人请吃饭，我不想去，可以说谢谢你的邀请。然后再找个理由拒绝。或者说下次一定。但下次真的会去吗？不一定，这是一种客套话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懂了。但不要滥用这种说法。为什么不能滥用呢？否则会让人觉得不真诚。啊哈，这个要注意了。对，真诚还是很重要的。那拒绝同事的工作请求呢？这需要更专业的表达。比如，我现在项目很紧。或者，我的职责不包括这个。哦，这有点像划清界限。是的，保护自己的工作范围。这个确实很重要。对，不然会影响自己的。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吧。还有个人时间分配。啊，这个我深有体会。所以要学会适当拒绝。但拒绝真的很难开口呀。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。那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呢？比如，先表达感谢。哦，先感谢对方的信任。
对，然后再委婉说明。委婉说明，而不是直接说不。没错，给对方留有余地。这样听起来舒服点。比如，谢谢你想到我，然后呢？怎么说下一步？但我现在真的没空。或者，最近事情太多了。还可以加一句下次有机会。又回到了客套话模式。有时是的，但要看情况。哦，不能随便乱用是吗？对，否则会让人觉得虚伪。哎呀，拒绝真是门艺术。是的，需要多练习和体会。那拒绝朋友的邀请呢？朋友之间可以更直接些。哦，不用那么拐弯抹角。但也要注意语气和态度。比如，直接说我没空。可以，或者我那天有事。再加一句下次我请你。这个很不错，显得真诚。这样朋友应该不会生气吧？大部分朋友都能理解的。关键还是真诚沟通。还有，不要事后反悔。拒绝了就不要再后悔了。对，决定了就坚持自己的。我明白了，拒绝要坚定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被拒绝过？当然有啊，经常会有呢。那你被拒绝是什么感觉？有点失落，但也能理解。如果对方很直接，你会？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吧。所以拒绝时要考虑对方。也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。没错，这样才能减少误解。哇，这里面学问真不少。是啊，拒绝也是一门艺术呢。真的？那有什么技巧吗？比如选择合适的时机。时机？什么时候最好呢？尽量不要在公开场合拒绝。对，那样会让人很尴尬的。还有，表达要清晰明确。太直接会不会不太好？清晰不是指语气强硬哦。哦，是温和而坚定是吗？没错，还可以适当解释原因。如果原因很私人呢，怎么办？就可以说不太方便透露。这样听起来更有礼貌。也可以表达歉意或者感谢。感谢对方的邀请或提议。对，这会让人感觉被尊重。原来拒绝也要有情商。确实，情商高会少很多麻烦。我以前总是觉得很难开口。很多人都这样，怕伤到人。或者怕对方以后不理我了。如果是真正的朋友，不会的。也是，真朋友能理解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你遇到过吗？什么情况呀？快告诉我。就是被拒绝后，对方还坚持。哦，这确实挺让人头疼的。这时候就需要更坚决一点了。明确说不，不能再给希望。没错，但语气依然要保持礼貌。不能因为对方纠缠就生气。对，不然就失去最初的礼貌了。感觉拒绝真是一门大学问啊。对，在人际交往中很重要。那有没有一些万能句式呢？比如很抱歉，我不能。后面接上具体原因或者不便。也可以说谢谢你的好意。然后再表达自己的难处。对，或者可能下次吧。但下次很容易让人误解。所以要谨慎使用，看情况。避免给人不必要的希望。没错，真诚是第一位的。我感觉学到了很多啊。以后遇到拒绝的场合会更从容。是的，至少不会那么慌张了。拒绝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。也为了更好地维护关系吧。是的，拒绝不代表绝交，而是让彼此更舒服地相处。
比如，我不想去 KTV， 可以说今晚我有点累了，或者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去。这样对方也更容易接受呢。对，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下。这很重要，避免尴尬。还有，拒绝要及时，别拖延，越早说清楚越好，免得麻烦。不然对方可能做了很多准备，那样再拒绝就更不好意思了。所以快速回应是礼貌。我以前总是犹豫，不敢拒绝。现在你知道怎么做了吧？感觉自己进步了很多。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哦。我会尝试在生活中运用这些，对，从小事开始练习，比如拒绝朋友的额外请求。或者同事让你加班的建议。哈哈，这下我有底气了。只要表达清晰，语气温和，对方一般都会理解的，对吧？没错，大部分人都是通情达理的。这次真的受益匪浅啊。很高兴能帮到你，小美。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义，确实，学会拒绝是门艺术，也是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。也是我们人生中的重要一课。听完这期节目，我豁然开朗了。哈哈，那就太好了。我想我们的听众也会有同感。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，是的，都能学会说不，并且能说的有理有节。这正是我们想传递的。那么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大明。是啊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。感谢大明今天的精彩讲解，也谢谢小美的积极参与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这期节目对您有所帮助。记得关注我们的播客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